OK， 他停住了，这是他停的，不是我踩的哦。哇，他要干嘛？他要打方向灯，他想要绕出去啊。好了，我看我先把它暂停好了，不然那个工人一直在看我。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卓的频道，我是安竹。今天要带大家来去看看许久没有尝试的 FSD 山路挑战。还记得在刚收到 FSD 的一开始啊，我有去跑了一模一样的路段，但是那次的 FSD 表现实在是太差，所以我根本连影片都没有剪哦。那今天我们要来再挑战一次。现在我们的 FSD 是 V12.5 版，所以希望啊这次的挑战能够有大幅的进步。我们今天要挑战的路段呢，距离有点长哦，大概有将近25英里，约40公里左右。那整段路的路程大概是40几分钟，所以我会用快转的方式来呈现啊。那当然，如果中间我有任何介入的话，我一定会跟各位观众朋友说明。好，那我现在离开 Supercharger， 马上就使用了 FSD。OK， 它一抓到空隙，马上就左转哦，所以这个无保护左转表现的还蛮不错的。那前方的山上看起来有一点点云雾啦，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看看它在雾里面的表现如何，待会我们就知道啦。在影片开始前，希望各位观众在心里可以给我一个数字啊，你觉得在这趟路上我有需要人工介入吗？如果的话，你觉得几次的介入算是合格呢？那同时，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这类型实作影片的话，也记得在下面帮我按个赞，并且 follow 我的频道。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在日后我可以发更多关于 FSD 真实上路的影片跟各位分享。同时也感谢伽马吹光隔热纸赞助今天的影片播出。各位有贴隔热纸需求的朋友，记得透过下方说明链接去购买他们的产品哦。好，由于现在进入了 V12.5 版啊，所以它可以允许我们戴着墨镜。今天有一点阳光啊，我们就用墨镜来试试看。同时因为现在也不要求手需要放在方向盘上了，所以即便待会快转啊，各位也可以看到我到底有没有介入哦。好，非常快，我们即将要进入山路啦。好，在路线 merge 的地方 ，FSD 非常乖的打了个方向灯。但这边打这个方向灯，我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了，因为看起来是没有两线道啊，所以看来这个版本还是有这个老毛病啊，就是方向灯会有一点时不时的运作，即便在不需要的时候。由于我们前方有一辆车可以跟哦，所以我想这一趟路呢，对它的挑战或许不会那么大，但同时也可以说明啊 ，FSD 的表现是可以完全跟上人类驾驶，因为我相信前面那台车绝对是人类驾驶嘛，所以至少是一个好的起步啊。我们看看待会有没有机会可以超过它，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在路边等一下，等前方没有车的时候，我再重新上路。顺道一提哦，在这段路的中后段呢，上面是没有网络讯号的，所以同时也表示了 FSD 即便是没有网络啊，它也能够正常运作。就我所知，目前像 Waymo 啊这些无人计程车，应该是没有办法在像这样的山路运行啊，主要都还是在城市区里面，因为他们非常仰赖高精地图。所以如果特斯拉的无人计程车以后连这种路也可以跑的话，那确实是大胜过目前其他配备光达的无人计程车。只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在山上有办法叫无人计程车上去接我们吗？如果有的话啦，但可能还是要等很久嘛。你看我们从山下到上面就要40几分钟了，所以实用性是不是跟我们自己开车一样那么实用？这还是一个问号啊。不过到目前为止，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跟以前1、2年前那时候的 FSD 相比啊，那时候的方向盘给我感觉就是它很没信心啊，这个转的幅度有时候会突然间太大。但今天我感觉真的就很像真人驾驶一样哦，它驾驶起来是非常有信心的，方向盘的控制也是非常稳定，不会让我觉得有一种它好像有点不知道要干嘛的感觉。那相对的，我身为一个监督的驾驶，我的信心也就更好了，所以整体而言我感觉是比较放松的。不过我想待会可能我真的要路边停一下，让车子过去，因为前方有车，好像不太能测试出它实际的能力到底到哪里哦。所以待会如果路边有地方可以暂停的话，我会先稍停一下。
一直都没有什么可以路边停车的机会。不过我们现在后面已经有2台车跟着了，所以至少很高兴啊。我们并不是前面有路可以放旁边停的，我来稍微介入一下，后面没车，启动 FSD。目前我的设定是设在自动，它自己决定速度啊，所以有时候它速度可能会稍快或者偏慢。我们顺便来看看它在山路弯道的速度判断是否合宜。不过到目前为止，第一印象啊，这种弯道对它来说问题不大，尤其刚刚速度不快的情况下。那现在它这时候突然间顿挫了一下，感觉是有点被对面的车吓到。我发现进了山路之后，他们常常会有一些像 Phantom Braking 的减速突然间减速，突然间又加速，但是在速度上好像显现不出来，就是一瞬间那种顿挫的感觉。他这时候紧急刹车了，这是幻影刹车啦，我来加速了，这个介入是我所介入的。他刚刚各位有看到他的速度突然间降到20英里不到，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路边也没任何的警告标示，所以这算是一次的人为介入了吧。好，前面有施工，旁边的路有点缩减，我们看看它的表现，速度减慢，不错。有必要的话，它会稍微行驶在双黄线上，但是这很正常啊。好，我感觉是还蛮舒服的通过这一段路，所以到目前为止，明显比我1-2年前试乘的那一次要好非常非常多啊！因为那一次我几乎是连影片都没办法剪出来，因为实在太需要介入了。我那一次的弯道呢，3不5时车子就跨到双黄线对向去，所以我后来由于信心不足我根本也没有使用 FSD 了。不过今天到目前为止，感觉表现还蛮不错的速度上的拿捏也非常合宜不会太快，也不至于太慢。但是又来了一次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它又稍微有点幻影刹车。好，到这边大家注意我们已经没有网络讯号了，不过我们的车子依旧可以很正常的运行。又刹车了一次，又刹了一次。所以我发现，在山路的驾驶，它的幻影刹车的频率变得非常的频繁，跟平地相比虽然我也不是很确定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因为刚刚也没有到很明显的弯道的地方所以不知道，也许是路边的影子。不过在山下的时候看山上感觉有点雾雾的、阴阴的，结果进到山内反而阳光普照。所以山路有时候真的也是很难猜测这边又来一个剧烈的 Phantom Braking 了。不过因为后面没车所以我让它尽情发挥吧。目前我们的时速呢，维持约在32到38英里左右。大家自己乘以1.6就是公里的时速。那我感觉上不是太快或太慢，是蛮适中的速度如果没有了那些幻影刹车，我觉得整个体验会好非常多因为它现在在弯路的处理已经是非常滑顺了。记得以前的版本，这种弯道它就会跑到对向去了。今天非常好，留在我们的这一边的线道上。今天是10月7号，再过3天，特斯拉就要发表他们的 Robotaxi。不过那天的发表会是在傍晚所以我是来不及录影的。不知道各位观众对于特斯拉的 Robotaxi 有什么期待呢？我觉得这是特斯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场发表会因为它几乎可以宣布特斯拉在未来几年内它的营运方针会朝哪个方向。那目前我自己感觉是他们开始要转变方向了，只不过这样的转变对特斯拉的影响会有多少？因为我自己是认为专用一台无人计程车跟用所有车主自己的车辆作为
无人驾驶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是比较关心在新的无人计程车上面它的硬体设备有改变多少啊，在未来我们一般的驾驶的车辆有没有可能做类似的升级啊？像我上次的试驾中就有发现，在停车场要出来的时候，因为 Model 3 Model Y 我们的前保杆下方没有摄影机嘛，所以它出停车场的时候是非常犹豫的，甚至根本动不了。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视野看不到左右两边的来车，但因为我这台车前面有加装前保杆的摄影机，所以我在摄影机里很清楚看到左边是有行人过来哦，他这时候又踩了一个幻影刹车。所以我当下马上就意识到这颗摄影机有多么重要哦。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开了大概10英里左右的路程啊，表现算还不错，中规中矩。除了几次的幻影刹车，还有我刚刚的一次介入哦，因为那次的刹车时间是比较久，所以我必须要加上一点电门。但除此之外，它的弯道哦，这时候又刹了一下。除此之外，它弯道的表现算是非常不错啊，比之前版本要进步太多了。哦，你看对面有车来的时候，它突然间又踩了一下刹车。不过大家或许有注意到，这一路下来，我一次方向盘连碰都没碰哦。刚刚只是有一度我稍微扶着，但是我完全没有介入。而这条山路说真的也不算是非常好走的山路啦，所以对于他今天的表现，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激赏的。哦，他突然间发出了警告，但是荧幕上没有显示任何的字眼啊，所以我不知道他的警告是在警告啥。那我也是全程都是看着路面啊，虽然我戴着墨镜，但理论上他应该要能够辨识得出来，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在警告什么的。但回家看看影片，看他荧幕上有没有任何的提示。由于非常久没有用 FSD 跑山路啊，所以相较之下，这个比较非常明显，它进步幅度非常大，大的让我非常惊讶，真的是非常惊讶。不知道看到这边的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它的表现如何呢？我自己觉得是非常不错哦，真的是非常不错哦。如果能够改善这些幻影刹车的话，那就几乎是完美了。速度上跟流畅度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山路最重要的就是转弯的加速、减速的拿捏啊。那还有就是在没有视线的时候，绝对不能跨过双黄线，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在过去的 FSD 版本达不到，但是在这个版本，我觉得它做得非常好哦。你看这个弯非常的弯，它的速度可以，感觉是几乎快要踩在黄线上，但是没有像以前是整个车子过去啦，所以我觉得表现是不错。所以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如何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留下你对它山路表现的看法。前面又来了一个接近发夹的弯度，真的是无法想象哦！我现在可以全程手都不用去扶方向盘，然后几乎已经快完成我们这段山路的试驾了哦。这可是我今天出门前始料未及的。OK， 这边开始进入一些下坡路段，像这样的减速就觉得很舒服啊，不是像 Phantom Braking 突然间一个急刹。这边就有点挑战，又下坡又弯道，不错，很好，一直维持在我们的线道内。这边一个剧烈的 Phantom Braking， 大家有看到吗？这边这个弯道对人类驾驶来说，有些人可能都会觉得有点困难哦。我们看到它的方向盘刚刚有一点点些微的小抖动，但是已经比以前好非常多啦。我个人是给它蛮高的分数哦，在以前这种弯道是过不了的，以前 FSD 是过不了的。
OK， 但这边就有点慢的太夸张了哈，这个弯没有到很大，但是它只用10几英里的速度在前进。后面没车，所以我就没特别介入了。当然，我只是说啊，这边速度是有点太慢了。那感觉不知道在思考什么事哦，有点犹豫，是因为前方施工耗资的关系吗？速度一直就没有上来哦。OK， 感觉好像恢复正常了。好，前面有施工路段，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表现如何。有可能我们有一个 stop sign， 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停。我有点担心它不停哦，所以我脚已经在刹车上。哦 ，OK， 它停住了，它停住了。这是它停的，不是我踩的哦。那因为这边应该是因为施工啊，所以哇，它要干嘛？它要打方向灯，它想要绕出去啊。好了，我看我先把它暂停好了，不然那个工人一直在看我。好，这边我先介入哦。所以我该说，因为他太聪明吗？因为他试图想要绕过前方挡住的路段，因为可能施工的关系，这边是单线双向通车。那我们一般人的话，一定可以理解这个情况嘛。但我刚刚感觉他试图想要绕过去哈，所以我先介入把 FSD 给关掉了。好，这边电门是我加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施工路段表现如何，顺利的通过施工路段，前面好像还有一小段哦。感觉这边有一点有点惊恐啊，它感觉右前方非常靠近刚刚的铁栅门。好，顺利通过施工路段。但它这边又慢了下来，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所以严格来讲，到目前为止，我需要人为介入的有2次啊，一次是为了要加速，另外一次就是刚刚应该要停在那边等通行的时候，他试图想要绕过去，所以目前介入2次。哦，这边有点会车 ，OK， 好，不错。哦，好了，他要我 take over。那同时，我的 GoPro 也不知道是过热还是没电哦。它现在是怎么了？它刚不知道什么原因要我 take over 哦，所以刚解除了1次。好，再让它回到 FSD。OK， 我们已经快要抵达目的地了，不过后面的路段真的是更崎岖啊。哦。哇，他这边就几乎是吃到对向去了。这后面有些路段的弯是真的非常的弯哦，但整体而言表现的是比上次好太多了。我到目前为止啊，3次介入，那1次是他要求我强制介入了，虽然我还不知道什么原因。但各位透过它方向盘旋转的角度可以看得出来，他也算是非常有信心啊。OK， 所以各位可以感觉出来哦，这边跟这个弯它就是转的没有那么的顺畅。哦，它突然间刹车了，又是一次莫名其妙的幻影刹车，地上也没有影子，对向也没有来车，所以这就有点迷样了。前面可能又有一个施工哦。是的。好，我可能需要准备接管啦。感觉它没慢下来，所以这个刹车是我踩的，但我想它可能会慢下来啦，因为它应该是能够判别 stop sign。好，这边我让它重回自动驾驶。哦，突然间一个紧急的幻影刹车，虽然一样没有看到影子，所以这一趟路来啊，我已经数不清它幻影刹车有几次了。但人为介入可以确定的是有3次，刚刚那个 stop sign 不算啊，因为我猜它有可能会自己停下来。好，这边速度是我提的，因为它感觉变慢了哦。好，再次通过施工路段。
好了，接下来的路就像突然间紧急刹车，哇，我后面也有车来了，所以我这边速度是我提的。那由于我们即将抵达目的地了，而且接下来的路相对好走啦，所以后面有车的情况之下，我不想要占到后面车子的速度。那不知道各位观众看到目前为止，你们觉得 FSD V12.5 版在山路的表现如何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留下你的看法。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啦，虽然还没有到真的可以完全自动驾驶啊。你说真的车上要没有坐司机，我可能还不敢啊。但整体而言，已经比1-2年前的表现要好非常多哦，而且甚至是我有点惊讶的程度了。所以我是觉得未来指日可待啦。好了，我们已经抵达所设的终点——山顶的咖啡厅。不知道各位对于特斯拉 FSD V12.5 版山路的表现感觉如何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留下你的想法。同时，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了解特斯拉 FSD 有一点帮助的话，还记得在下面帮我按个赞，并且追踪我的频道，给我一点鼓励。在未来，我还持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特斯拉 FSD 实际上路的影片，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喽。最后，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